Hello，大家好，我是二进制。这期视频的话，给大家来做一期搭建 List 私有云盘的新手教程。老规矩，我们先到博客看一下文字教程。系统环境仍然是用的无版图。然后这里的话，我把官方的文档链接放在了这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里面官方的文档还是比较详细的，从安装到后续的进阶教程。我们这里的话是使用 Dunk 来安装。这里的话，运行的代码官方都会贴出来，然后一些变量的说明，有兴趣的可以去参考看一下。这个的话，主要是在后续的添加云盘过程中，需要到这里面来看一下，根据它的操作来执行。我们回到文字教程，这里面的话，我把所有的命令也都放进去了，可以直接复制。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实操教程。我这里的话已经登录到我这个无版图的系统了。正式操作之前，如果大家觉得我做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帮忙支持一下我这个新人 UP， 帮忙点点关注，点点赞。在这里先谢谢大家。OK， 那我们现在开始操作。我们这里的话主要是用 Dunk 去部署，然后用到的是 Dunk Compose 这个管理。我们先要去新建一个文件夹来存放 Dunk Compose 的配置文件。我这里直接复制这个代码，让我们进入这个文件夹。这里就已经进来了，看到了吧？然后我们需要去创建，这里的话，去打开这个文件，如果它没有的话，会自动创建。OK， 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新建的文件夹里面，我们把这个配置信息复制进去。这里的话，我用的是稳定版本，官方它这里的代码的话是一个开发的版本，我推荐的话用稳定版本。然后这里的话还有一个注意的是，这里一个文件映射，我建议我的习惯也是放在根目录下面，也就是对应的我创建的文件夹下面，这样的话后续所有的容器都可以到这个新建的文件夹里面去查找和管理，比较方便一点。端口的话正常默认就行了。然后我们这里保存退出，我们确认保存，输入完回车。OK， 配置好文件之后，我们就去运行这个 Dunk Compose。这里权限问题，我们要加个 sudo， 到时候我会更新一下。我们这里需要输入一个授权的密码。OK， 它现在的话就去 pull list 镜像了。OK， 我们现在这样的话 list 就运行成功了。我们现在的话要先去设置一下它的用户名和密码。这里的话我们要把这一个删掉，改成我们自己想要的密码。OK， 这里的话它就输出了用户名和密码，就是这两个。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去访问我们的，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 IP 和端口去访问我们的服务器。如果你 IP 不记得，可以运行一下这个命令去查找 IP。这里演示一下，这里它就会说出你的 IP。我们来访问一下。
OK， 我们这里的话就登录进来了，然后输入一下用户名、密码，登录。这里的话，我们因为这里还没有设置，我们进入到管理页面。这里的话，我们后续的话可以在这里改密码。现在的话，我们就要去挂载云盘。我们到存储这里来添加。这里的话，我演示115和阿里云，其他的话基本上大同小异。115的话，趋同我们选择这个网盘，然后挂载路径的话，大家自定义就可以了。后续会主要是在主页上面去识别它。这我115等会儿到主页上去看到你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然后的话，这里要用到这两个东西，任选一个，还有一个文件 ID 跟文件的 ID。我这里的话已经把这个打开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看115，115的话你就进入你自己的文件夹，你需要分享哪个文件夹就到文件夹里面去，可以看到它这个就是它的 ID。我们先把这个 ID 放进去。我们回到这里来，找到115，是这一个。然后官方的话，它会告诉你如何去填写这些参数，大概给你举个例子，对吧？然后这个的话，目前的话，正常的网页端是没办法获取的，因为115把这个客户端都取消掉了。这里的话，推荐用这个方式。我们先点击获取二维码，这个话它会弹出一个二维码。然后这里的话，推荐去用阿里 Pay 和 WeChat， 就是支付宝和微信。然后我们用支付宝或者微信直接去扫这个二维码。你如果之前登录过它的话，它就会直接登录到你的那个小程序的账号里面。如果没有登录过的话，就会需要登录一下。OK， 我现在登录进去了，然后页面上会需要你确认一下登录网页，等我们点击确认就 OK。确认之后，我们手机端会直接进到小程序里面。这个时候我们把小程序关掉，然后到这边继续点击这个，它会收到一个 token， 然后我们把这个 token 复制一下，然后复制到这里面来。这个时候我们必要的参数就 OK 了，然后我们添加一下。这个时候，这个我之前一直遇到，就是保存的时候它会跳错，因为这里的参数没有了，我们重新把它添加一下。哦，这里的这个源没有选择，我们要选择一下这个源。哦，这边发现登录还是报错，可能是刚刚的 token 已经失效了。我们重新获取一下，把这个页面重新刷新一下。OK， 重新获取，复制一下。这个时候应该没问题了。OK， 我们保存成功了。我们回到主页看一下。这时候这个就我们刚刚的那个文件就有了。我们回到刚刚的那个看一下，我们刚刚就存放了这一个文件，对吧？好，我们回到管理，我们再添加一下阿里云盘。阿里云盘呢，选择这个驱动。这里的话，大家自定义就可以了。
后我们找一下阿里云盘的根目录 ID， 对应的是这一个，复制一下。它的根目录 ID 是放在这里的。然后我们要去到官方这里去搞一下刷新令牌。阿里云盘 Open 用这一个，前往这个令牌去刷新。我们扫描二维码，这个的话就登录自己的 APP。这个时候会提出授权，我们允许授权就可以了。授权成功，我们点击已扫码，这取消。这道 token 也出来了，我们复制一下，粘贴到这里面。然后正常的话，到这里我们就可以保存了。这里资源默认的话是资源库，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那个文件。这里我们其实在备份盘里面的，如果你选择的是资源库，对吧？我们可以试一下，添加，它仍然是能生效的，但是你是看不到那个文件的。你看这里面它是获取不到那个文件的。我们回到管理，编辑一下，我们要选择备份盘，然后保存。这时候我们再去看一下，它就有我们存放在里面的那个文件了，对吧？所以这一点是要注意一点，我们要根据自己的那个盘去选择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把云盘挂载上去了。正常的话，我们去打开应该也是可以的，但这个信息有点问题。下载也是正常可以下载。我们这个没有挂好吗？重新看一下。这个阿里云的没问题。下载的话也可以正常下载。115的好像没有完全挂好。我去试了一下我的那个云盘，也不行了，应该是115风控的问题。它阶段性的会出现这种问题，可能是我刚才频繁的去登录了。直接点这个，我这个也是115的盘，那我们可以去下载看一下，它也是报同样的错误，就是现在这个115的盘应该是被风控掉了，所以没法，其他的话是正常，挂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里的话，注意点我这里都说明了，大家搭载的时候注意一下。这里还缺少了一个这个，等一下。QR code 的源，到时候在这里补一下，这个也要选一下的，它也会影响它的生成保存。OK， 那今天的教程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观看。